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哭着说以后看到这个小熊发绳，我就能找到你了。几年后，我想看看竹马有没有遵守约定，于是偷偷转到他的学校。听说初中部新来个转校生，一特漂亮的女的，一来就成了学校公认的校花。苏云闻言，依旧面无表情的做题。不知道谁有你涉猎广啊？谁不知道你向佩和初中部的学妹们关系最好啊？不过咱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始收转校生了？我哪知道啊？校长又不会跟我商量。不过确实特别漂亮，这几天好多人去围观呢。叫什么清欢来着？我好好想想。哦，我想起来了，叫陈清欢。苏云的手一滑，带动着笔尖在白纸上留下一道浅浅长长的划痕。他彻底不淡定了，向佩歪头看过去。云哥，怎么了？苏云终于抬头，缓缓开口，没事。姚思天继续刚才的话题，那咱们一会儿也去看看吧。说起来，校花已经够漂亮了，比校花还好看，那得什么样？比校花还好看，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们校草的法眼。文佳笑嘻嘻地冲苏云挤眉弄眼，苏云恍若未闻，低头继续解题。向佩也凑热闹，云哥，咱们一起去看看吧。苏云吐出2个字，不去。姚思天挥挥手，算了，别叫云哥了，一向都是别人来围观云哥的盛世美颜。云哥什么时候去看过别人啊？苏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把练习册收起来。无聊。苏云不爱说话，尤其不爱和陌生人说话，他们要不是坐得近，又是自来熟，说不定现在苏云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笑声刚落，上课铃便响了，伴随着一声声叹气。老师走了进来，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苏云打开课本，转头看向窗外初中部的方向，脑海回荡着一个名字。午饭时间，我好不容易逮到时机，便马不停蹄地拽着新同桌去了学校食堂。冉碧玲和我并肩走进食堂，嘴里还在介绍着，这就是咱们学校食堂啊，属性和咱们那个老班老杨一样，中庸，不好吃也没那么难吃，我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眼睛像雷达一样搜索着目标，压根没听他在说什么，草草扫了一圈，竟然没发现目标，这才被冉碧玲拖着兴致缺缺的去排队打饭。后来又碰到2个隔壁班的女生，好像和冉碧玲关系还不错，于是我们便坐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女生凑在一起无非是聊聊衣服、八卦、明星。我拖着下巴，百无聊赖地搅着面前清澈见底的西红柿蛋花汤。聊着聊着，其中一个女生忽然指着我的身后叫起来，哎，那不是高中部那个学生苏云吗？我一听到苏云那2个字，一下子就精神起来，立刻腰板挺直，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冉碧玲被我的迅速反应吓了一跳，缓过来后给我做介绍，被誉为风声云起他独醒的苏云同学，现实版的不给别人一条活路走的学神加校草，无论是颜值还是分值都让人望尘莫及呢。去年进入国家集训队，然后一番角逐之后又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拿了金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一副懵懂的样子，意味着什么啊？冉碧玲脸上的艳羡颇为明显，意味着她已经把京市排名第2高校的保送名额妥妥收入囊中了，就等着她挑学校，而不是学校挑她。听说今年她又要去征战数学领域，这不刚集训回来？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人呢？我勾着唇角看着那个身影，意味不明地问，那学校里是不是有好多女生喜欢他？冉碧玲想了下，给出极客观的答案，也没有好多吧，除了我，全校还是能数出来那么几个不喜欢他的。我有点无语，坐在我对面的女生咬着筷子，一脸花痴。你们说苏云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学习好，颜值高，运动起来又那么帅，真是完美的符合了我们这种怀春少女对男孩子的所有向往。我似乎把这话听进去了，拖着下巴，一脸的若有所思。冉碧玲在我眼前挥挥筷子，清欢小朋友，快醒醒啊，快把你的美梦扼杀在萌芽里，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想着去搭讪，那人可是出了名的高冷啊。也不能说是高冷吧，其实他对人也客客气气的，不过如果你敢去撩他，就等着被冷暴力冻死吧。我眼底的笑意越发明显，一开口却又是无所谓的口气。这样啊？冉碧玲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我眼底的狡黠一闪而过，看上了会怎么样？冉碧玲想着以往跟苏云表白的女生下场，努力阻止我，那也别去。我咬着嘴唇，眼底波光流转，笑得异常好看，当真是唇红齿白，顾盼生姿。如果我偏要去呢？那你去吧。冉碧玲投降，她想问问前面女孩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笑起来能那么好看？虽然还没长开，稍显青涩稚嫩，但是五官精致的不像话，小小年纪就这么占尽风流，说不定真的是苏云的菜呢。隔壁班的2个女生都以为我在开玩笑，谁知我竟然真的站起来走了过去，顺便还拿走了手边的粉色保温杯。苏云打好饭，刚坐下没多久，就察觉到一道阴影照在身上。他抬头，我拎着保温杯坐到他对面，歪着头看他，慢悠悠地叫出他的名字，苏云。对方静静看着我，我低头喝了口水，唇上还沾着水痕，泛着漂亮的光泽。学校发的这个保温杯啊，颜色我不喜欢，我喜欢你那个颜色，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说完瞄了眼他手边的黑色水壶，周围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女生到底是哪里来的？她疯了吗？谁不知道苏云是个洁癖，她的书本别人都不许碰，更别说入口的东西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苏云的反应，她没说话，拿了自己的保温杯放到我面前，又从我手里拿过保温杯放到了自己的手边，还很贴心地提醒了一句，刚打的水烫。
喝的时候小心点。我展颜一笑，慢悠悠的开口，那就谢谢你了。我在此起彼伏的吸气声中起身，转身回了座位，继续吃饭。心情颇好的我边吃边想，食堂的饭还是挺好吃的。沉默了几秒后，文佳忽然开口，12个字。姚思天一脸疑惑，什么？云哥跟一个陌生女生一口气说了12个字，还不算标点符号。向佩挥舞着筷子在空中打个叉，错，是13个，前面还有一个。说完，三人齐齐看向苏云，对方连眼神都懒得给他们一个，低头吃饭。我在众人的注视下欢快的进餐。过了半天，冉碧玲才反应过来，扯我的手臂，陈清欢，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会催眠啊？快教我，快教我！我嫌弃她的幼稚，不会。其他2个女生也按捺不住了，异口同声的问道：那苏云怎么会和你换水杯？我乌黑晶莹的眼睛里满是调皮，大概是因为她喜欢我保温杯的颜色，粉色。鬼才信，她为什么还和你说了那么多话？我放下水杯，像是发现了什么。她平时都不跟别人说话的吗？不是不说话，是话少，除了上课回答问题，基本不会超过3个字。我的心情又明媚了几分，举着水杯喝了一口。冉碧玲拧开杯盖，弱弱举到我手边，能不能给我倒点儿？我直接把杯子抱进怀里，警惕地看着她，不给。冉碧玲瞪我，小气。我得意地冲她飞了个媚眼，你不是说不喜欢她的吗？冉碧玲叹气，我是不喜欢她，可是她是考神啊，我想沾沾她的仙气，希望下次考试名次能靠前一点，这样我妈就不会唠叨我了。我一时无言以对。我和冉碧玲吃完饭就回教室了，一群八卦人士吃完了也没打算走，等着看苏云到底会怎么处理那个保温杯。苏云吃完了饭，拧开水杯放在唇边喝了一口，动作自然的好像那就是他自己的水杯，没有一丁点不情愿或者勉强的样子。从那天之后，大家就看到名动整个学校的苏云同学每天拎着个粉色保温杯在校园里晃荡。不得不说，人长得好，和什么颜色都搭。作为转校生的我，继成为新一代校花这个话题火遍全校后，靠着成功撩到苏云又火了一把，且大有燎原之势。谁知这一切都只是个开始。周一上午下了第1节课，苏云正闭着眼睛回顾上午课的重点，就听到坐在门口的同学叫他：云哥，有人找你。苏云抬头看过去，就看到我扒在门框上，探着脑袋笑嘻嘻地看着他。他站起来走过去，过往的同学不时把视线放在我们身上，我一脸坏笑地看着他。苏云，对方还是静静地望着我。我踮着脚，把脸凑到他面前，睁着无辜的大眼睛。我忘记穿校服了，一会儿做广播体操的时候要检查，我能不能穿你的？苏云听后一个字都没啰嗦，脱掉正穿着的校服上衣披到我身上。我的眼底划过一丝欢喜，趁着穿衣服时机，动作极快的在他手心里放了个东西，然后在一群女生的咬牙切齿声中，穿上带着苏云体温的校服外套回了自己班上。苏云握紧手指，回到座位才低头去看，摊开的手掌里躺着个小花的橡皮筋。于是苏云用一次记名换来了一朵小花。课间操的检查结果出来后，班主任丁淑莹在没按规定穿校服的名单里看到了得意弟子的名字。上课之前，他站在教室里环视了一圈，点了苏云的名字。苏云一脸平静地站了起来，他的语气不见严厉，像是问天气一样随意。你今天怎么没穿校服？苏云动了动唇，面无表情地胡说八道，忘了。全班同学目瞪口呆，用一种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大喊：老师，他说谎。丁淑莹点点头，苏云这个学生成绩好，也省心，分在他班上，别的老师都羡慕得不得了，偶尔出点小差错完全可以理解，下次记着点儿。坐下吧，现在开始上课。丁淑莹在上面讲课，向佩依靠地理优势，不时地拿余光看同桌苏云。苏云终于转头看向他，向佩正看得出神，只看到他的嘴巴动了动。向佩下意识地问：什么？苏云示意他看前方，老师在叫你。向佩虎躯一震，立刻就站了起来，嘴里还念念有词：老丁，哦不，丁老师，我在听，就是没太清楚，麻烦您再说一遍。丁淑莹被突然站起来的人吓了一跳，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没干好事儿。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向佩全身心地接受着丁老师的唠叨洗礼。你站起来干嘛？我叫你了吗？上次考试你成绩退步了，知道吗？还不好好抓紧追上来，走什么神呢？你这个样子怎么考上重点大学？物理是你的弱项，特意让你坐苏云旁边，怎么不知道跟人家好好学呢？去旁边站着听，别挡到后面的同学。向佩被罚站了1节课，下了课才拖着僵直的双腿挪回座位上坐下。前桌的2人还幸灾乐祸。向佩，你上课抽什么风呢？老丁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还主动往枪口上撞。向佩无奈地看了正在刷题的苏云一眼，含泪咽下委屈，郁闷地趴到桌上不说话。不过他的郁闷也没持续多久，上午最后1节课还差10分钟下课，他就生龙活虎地动来动去，小声问苏云：云哥，3班约了咱们下午课余时间打篮球，一会儿吃完饭一起去吧。苏云想了下，无声地点点头。向佩立刻兴奋地握了下拳，然后又趴在桌子上，紧贴着前桌的椅背问文佳和姚思天。姚思天趁着老师写板书的时间，回头小声问：云哥，你也去啊？快考试了，你不复习啊？向佩想打他，复习？你开玩笑的吧？云哥是考上过神童班和少年班的人好吗？天才少年，他学习就是学着玩的，玩什么不是玩啊？也不能老玩一样，得换着样玩才有意思啊，是吧？云哥。苏云静默半天才满是疑惑地问：什么考试？文佳偷听了半天，笑得带动着前后的桌子都在颤。
默默回头给苏云竖了个大拇指，说真的啊，云哥，你为什么考上了少年班不去上啊？和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苏云吐出2个字，等人。向佩一脸八卦，等谁？不会等我吧？说着，吴锦衣领一脸娇羞地看着他。听说智商特别高的人都有些变态的。苏云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姚思天和文佳一起鄙视他，戏精。向佩笑哈哈地坐好，一心等下课。苏云抬头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一边听讲一边出神。等谁？还能等谁呢？反正不是向佩。下午和冉碧玲去了学校外面吃饭，回来溜达着路过篮球场的时候，发现篮球场里3层外3层的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还不时有欢呼声。我吸了口酸奶，他们干嘛呢？冉碧玲显然见怪不怪，肯定是有校草班草级别的美貌少年在打篮球呗。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会不会是苏云？冉碧玲艰难地看着我，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作为我的同桌，他再了解不过了，这才转来几天啊，每天早上来到学校，课桌抽屉里的情书啊礼物啊多的都要漫出来。这姑娘也不含糊，书包都没摘，就2手一捧，把那堆东西直接从抽屉转移到垃圾箱，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我忽略了她的话，摇摇晃晃地踮着脚尖，注意力完全被篮球场里的人吸引了。我们还没挤进去，就看到那群人又开始往外涌了。我一脸失望，结束了吗？冉碧玲看了眼时间，差不多吧，快上课了。可是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冉碧玲忽然把我拉过去，示意我往篮球架下看。你情敌出现了。我一愣，四处看着，谁？冉碧玲一脸无奈，你情敌啊，咱们年级的方怡，女学霸，学校里有名的2大学霸，高中部的苏云，初中部的方怡。方怡，我咬着吸管，皱眉，这名字取出来就是为了占人便宜的吗？冉碧玲没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我上上下下打量着不远处的女生，高高瘦瘦的，及肩的中长发，规规矩矩的穿着校服，长相清秀，最吸引人的是身上散发着的那股才女气质。我有些不开心了，她也喜欢苏云吗？冉碧玲点头，何止是喜欢啊，都是高处不胜寒的学霸，单方面的惺惺相惜和情不自禁。不过可惜啊，苏云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她是谁。我看着方怡握着瓶饮料站在苏云面前，她旁边还站着几个女生，正热情地举着五花八门的饮料瓶和毛巾递给苏云。苏云看也没看，撩起球衣下摆，擦了把脸，球衣下腹肌的块状线条隐约可见，在阳光下散发着让人脸红心跳的水光。冉碧玲被我脸上的狰狞吓了一跳，别咬了，据说喜欢咬吸管的人占有欲都特别强。冉碧玲话还没说完，我就捏着手里的酸奶瓶冲了过去，喝我的。苏云看着被咬得惨不忍睹的吸管，伸手接过来，低头吸了几口，然后回身扔到不远处的垃圾桶里。我的脸色总算缓和了点，脱下身上松松垮垮套着的校服，顺势甩到苏云身上，还你。说完就转身拉着冉碧玲走了，留下半个篮球场的人石化在原地。苏云喜欢喝酸奶，还有那校服怎么回事？苏云一言不发地回到教室，拧开水杯，猛灌了几口水，才冲散了口腔里粘稠酸腻的不适感。这丫头一定是故意的，明明知道她不爱奶制品。她叹口气，把校服收起来，触感有些奇怪，把手探进衣兜，那里放着一颗水果糖，我爱吃的芒果味。她无声地勾起唇，那边冉碧玲还处在震惊中。你疯了吗？给苏云喝你剩下的酸奶？我很是认真地反驳，不是喝剩下的，那酸奶很好喝的，我本来自己可以喝完的，是我让给她喝的。冉碧玲对我的逻辑顶礼膜拜。还有那校服，你借的是苏云的？我耷拉着眉眼，是啊，怎么了？冉碧玲深吸一口气，她为什么愿意借给你？我踢踏着脚边的碎石，我怎么知道？可能她喜欢帮助同学吧。冉碧玲冷笑几声，苏云喜欢帮助同学？开什么玩笑，她怎么就不喜欢帮助同学了？我听不得别人说苏云不好，反驳道，你借过吗？她没借给你吗？冉碧玲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摇摇头，没借过，没借过，怎么知道她不愿意借给你呢？冉碧玲想象了一下我找苏云借校服的下场，猛地缩了缩脖子，我有那个自知之明，我煞有其事的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苏云不是高冷，她是害羞不好意思，表面上是别人和她说话，她面无表情的走开。人不好意思的时候不都是要赶快逃走的吗？她也是啊，所以你们不要误解她。冉碧玲呵呵了2声，陈清欢，我信你个鬼。我们边聊边回了教室。到了下午，苏云就意识到自己被我坑了。下了课，她不过就是去了下洗手间，再回到教室，桌子上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酸奶。向佩、文佳和姚思天3个人在旁边笑得不要不要的。她看着向佩，无声地问她怎么回事。向佩马上交代，好几个女生送你的。不过云哥，你什么时候喜欢喝酸奶了？苏云长长的叹了口气，她微微皱眉，你们喜欢就分了吧，不喜欢我就扔了。别啊，人家女孩子的一片心呢。向佩边说边拆开一盒，喝了一口，忽然趴到桌上，捂着肚子，一脸惊恐地挤出几个字，这奶有毒。姚思天、文佳翻白眼，给出评价，戏精。那天的酸奶被向佩一个人解决了，垃圾桶里的酸奶瓶更是坐实了苏云喜欢喝酸奶这个传闻，谣言就是这么出来的。等苏云再去打篮球，场外的女孩子手里拿的都是酸奶，我终于如愿的看到了苏云打篮球。不过这不是此行的目的，我站在篮球场边，手里摇着水壶，嘴里念念有词的说，她不喜欢喝这种东西的，她只喝白水。有离得近的女孩子大概听到了，转头看过来，我掩饰性的拧开保温壶，倒了杯水自己喝着，看着苏云被这么多女孩子围观，我越喝火气越大。冉碧玲在旁边看着奇怪，上次没看到不高兴还说得过去，这次看了全场你怎么还生气？我咬着下唇，凶巴巴的回答，只是看了全场，又不是包场，有什么可高兴的？冉碧玲觉得这个女孩子真是有意思。
强忍着笑，你说的对，就算是包场，大概你也不会满意，最好是包了那个打篮球的人才好呢。我瞪了他一眼，冉碧玲笑得更欢畅了。上课时间快到了，那群男生也结束了比赛，一群女孩子立刻就围了上去。我还在生气，站在原地远远看着，也没有上去找苏云的意思。苏云很快发现我，走过来冲我伸出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被汗水打湿，还有几滴汗水正顺着脸颊往下流。午后明媚的阳光从他身后照射过来，整个人就站在金色的光圈里，连额角的汗珠都晶莹剔透的泛着光。我忽然就不气了，自觉把水壶放到他手里。苏云仰头喝完，把水壶还给我，我撅着嘴磨磨蹭蹭的接过来，转身走了。苏云看着我的背影走远，也回了教室。我们全程都没交流，周身却莫名流淌了一股暧昧的气氛，留下一群女孩子小声讨论着，不是说苏云喜欢喝酸奶吗？怎么又喜欢喝白水了？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是听说的，上次陈清欢拿给他的酸奶他真的喝了。冉碧玲也奇怪，追上去问苏云到底是喜欢喝酸奶还是喜欢喝白水啊？我摇晃着水壶，一脸神秘，你猜，说不定他下次就喜欢喝苏打水了呢。冉碧玲无语，好，你说苏云爱喝什么他就爱喝什么好了吧？苏云的爱好标准大概是我拿什么他喝什么，我说他喜欢喝什么他就喜欢喝什么。周四下午班上的体育课和苏云班的紧挨着，我准备去体育场上课时，正好遇到苏云下课，他刚从体育馆出来，头发上还滴着水，刚喝了半瓶水，就发现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个人。我等他咽下口中的水，才笑眯眯的开口，还是一贯的台词。苏云，对方拧上纯净水的瓶盖，眉眼微抬，我忘了今天有体育课，早上出门没扎头发，你有没有橡皮筋啊？借给我用用。我披散着头发，细长的直发软软的搭在肩上，仰着头眨着一双水润润的大眼睛看着他。苏云摸了摸裤兜，从里面拿出一个小花头绳，递给了我，谢谢喽。我从他手心拿走头绳的时候，还有意无意的在他手心里挠了一下。站在旁边的向佩看着走远的我，又看看苏云，一脸的不可置信。你还说你不是变态，你怎么连那种东西都有？苏云没说话，转身回了教室。向佩觉得不对劲，你们俩是不是早就认识了？苏云面不改色的点点头。姚思天一脸震惊，认识多久了？苏云停下笔，难得认真的想了想，很久了。向佩、文佳和姚思天惊讶的异口同声，莫非是青梅竹马？苏云一脸平静，算是吧。不到一天功夫，消息就传开了。冉碧玲坐在课桌上，气得叉腰。陈清欢，你和苏云本来就认识？我一脸无辜的眨眼睛，我也没说过我们不认识啊。周围立刻围过来一群人，真的是之前就认识吗？他们靠得太近，我不自在的往后撤了撤。对啊，你们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哥哥呀，亲兄妹吗？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是吧？不是，我捂着脸笑，你们也太能脑补了吧？不是亲兄妹，是父辈关系比较好，所以从小就认识。苏陈两家算是世家，苏云的父亲苏子渊和我的父亲陈慕白从小便认识，几十年的就相识了，两家孩子也是打小就玩在一起。有人忍不住叹气，好羡慕啊，能和苏云关系这么好。我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容更盛了。你们也可以啊，云哥哥人特别好，长得好，脾气好，也有耐心，最重要的是笑起来特别好看。冉碧玲忍不住打断我，你先等一会儿，你说的这个人和我们认识的那个苏云是同一个人吗？笑起来的苏云没见过，想象不出来，众人腹诽，除了长得好这一条，其他的我们实在不能苟同。这和我们看到的苏云是一个人吗？在这之后，我和苏云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下了课间操，我躲在苏云必经之路，突然蹦出来，苏云哥哥，好好走路，小心摔了又要哭鼻子。我可爱的皱了皱鼻子，我又不是小朋友了。苏云笑了笑，大人可不喝这种东西啊。说着意有所指的看了看我手里的旺仔牛奶，我猛吸了一大口，把喝光了的牛奶盒顺手塞进苏云的校服口袋里，然后若无其事的抬手打了个哈欠。苏云一脸无奈，我端庄了一会就忍不住笑起来。一直在旁边围观的向佩忽然吊儿郎当的开口，哟，这是谁啊？云哥，你家小朋友？苏云歪歪头向我介绍，这我同桌。我摆摆手打招呼，嗨。向佩发牢骚，同什么桌啊？我没名字吗？苏云直接忽略向佩，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我乖乖点头。哦，向佩在后面追着喊，喂，我还没说我叫什么呢。清欢小妹妹，我叫向佩，你有没有听过我的名字啊？我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哦。现场鸦雀无声，没人搭理的风云人物向佩很是伤心。中午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惯例全校大扫除，不用上课。苏云陪我打着熟悉校园的名义在学校里转悠，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我偶尔抬头笑嘻嘻的看他，眉眼弯起的样子特别可爱。他的手掌抬起，像是有意识一般盖在我头顶揉了揉，才想起来问，怎么想起来转学了？我歪了歪脑袋，因为我要和你上一个学校啊。那怎么没提前告诉我？我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要考察敌情啊。苏云扬了扬眉，考察的怎么样？我像模像样的叹了口气，敌众我寡啊。苏云笑了下，那该怎么办呢？我回忆了下，陈老师说敌众我寡，当避实击虚。苏云一愣，哪个陈老师？我一脸神秘，陈慕白老师啊。苏云又笑起来，陈老师是高手啊。新环境还适应吗？我认真想了想，还好吧。同学们呢？好相处吗？我还不太认识，不过我同桌人很活泼大方，很好相处，遇到什么事都要跟我说。还有这边教的可能和你之前学校不太一样，如果跟不上就告诉我，我帮你补习。我忽然眼睛一亮，来我家吗？苏云点点头，都可以。我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一脸期待的看着他。那这周末去游乐场吧。苏云头疼，是在哪里补习都可以，不是去哪里玩都可以。我泄气的垂下头。哦，
当天下午，有目击者称，看见高中部那个高冷学霸加研霸苏云，竟然陪着新来的转校生逛校园，不止话多了不少，笑起来的样子更是阳光和煦，活脱脱一个阳光美少年啊！当真是鲜衣怒马少年时啊！而且还首次在众人面前使出一招摸头杀，别的女生叫一声他的名字，他都要皱眉的苏云，竟然允许一个女生黏在他身边，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周五放学的时候，学生们带着明显的兴奋，可这份兴奋在各科老师挨个布置完作业之后消失殆尽。冉碧玲碰碰一脸呆滞的盯着黑板的我，快把作业抄下来啊！一会儿就擦了。我还是一动不动，有气无力的抱怨，不就是休息2天吗？怎么要写那么多作业啊？你之前的学校没那么多作业吗？没有啊，那你就要好好适应了，这还是老师们手下留情了，那不写会有什么后果啊？冉碧玲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新同桌陈清欢，你转到这个学校单纯为了来看苏云的吧？我继续无精打采的盯着黑板，你说呢？冉碧玲摊摊手，我懒得说了，整个周末苏云都在我的抱怨声中度过，他怕耽误我写作业，就没叫我补习。周日晚上，他特意打电话问我作业都写完了吗？我嘴里嚼着苹果，含糊不清的回答没写啊。苏云顿了几秒才重新开口，那你2天时间都在干什么？我掰着手指开始念叨，周六起床就中午了，吃完饭看了会电视，然后吃晚饭，玩了会电脑，期间还和你在网上聊天啊，然后睡觉，今天也差不多，现在再和你打电话，哪有时间写作业？苏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喜欢周一吗？我的声音里难掩愉悦。喜欢啊，因为可以见到你了呀。苏云没再说话，我似乎听到他若有若无地叹了口气。周一一大早，苏云远远就看到我被拦在学校门口，站在一堆人里，也不好好站着，左顾右盼的，不知道在找什么。他叹口气，走过去，指着我问学生会的同学，他怎么了？那个男生恰好认识苏云，叫了声学长。今天学校突击检查学生证，他没带。苏云一脸平静的胡说八道，他是转校生，学生证还没办出来，让他先进去吧。男生不好意思的挠挠脑袋，转校生啊？他没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听说有个转校生来着，就是他啊，那快叫他进去吧。苏云冲我打了个手势，我欢快的小跑着进了校园。他向学生会道了谢，拉着我走开了几步才问，你的学生证呢？我一脸无辜，我没带呀。苏云无奈的交代，学生会不定期检查学生证和校徽，你平时就放在书包里，不要拿出来。我乖乖点头，哦。苏云觉得他提醒过了，在这方面我应该不会出差错了。谁知仅仅隔了1天，我就又被拦在了校门口。同学，你的校徽呢？我一脸无辜，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男生，什么东西？那个男生指指自己左胸的位置，重复了一遍校徽。我恍然大悟，我不知道呀。那个男生也没多说什么，递给我一个记录本，一支笔，没带就在这里写上姓名和班级。苏云刚踏进学校就看到这一幕，叹口气，卸下自己的校徽，上前塞到我手里，转身在记录本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班级，然后推着我进了校门。我还一脸状况外的小模样，捏着小小的校徽左看右看，给出评价，好丑。向佩、文佳和姚思天看了全场戏，从后面追上来，一脸幸灾乐祸。云哥，你惨了，被学生会记名，要被老丁骂死了。我担忧的看向苏云，老丁是谁？很凶吗？我担忧地看向苏云，老丁是谁？很凶吗？苏云一脸坦然，没事，快去上课吧。他说没事，那就不会有事。于是我笑着摆摆手，往自己教室走。果然晨读还没结束，老丁就进来了，在教室里走了一圈，才在苏云桌前停住。苏云抬头看向他，在嘈杂的读书声中，老丁和风细雨地问：忘记带校徽了啊？向佩几人立刻正襟危坐，不易察觉地往苏云的方向靠了靠，想要听他怎么回答。至于嘴里在念什么就不知道了。苏云淡定开口，不小心弄丢了。3个人在心里怒吼，老师，他又说谎。可惜老丁听不到，这帮学生正值荷尔蒙爆炸时期。苏云平日里安安分分的，可架不住一些女孩子春心萌动啊。之前也出现过，她的试卷啊、作业本啊，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不知道被谁私藏起来了。估计校徽也是这种情况，也怪不得他。老丁放了没心的在他桌角，我这里还有多余的，你用这个吧。苏云点头道谢，谢谢老师。老丁一走开，向佩踢姚思天和文佳的凳子，他俩回头，向佩指指苏云，论胡说八道，强都不服我，只服云哥。苏云恍若未闻，低头看书。周一上午第3节课本来是数学课，可数学老师临时请假就赶上了自习。肖云心里挂念作业没写的我，低声交代向佩，我出去一下，有老师来。苏云话还没说完，向佩一脸我懂的表情，我就说你去泡妞了。苏云瞪了他一眼，向佩立刻换了答案，我说你去医务室了。苏云没搭理他，有老师来你不要多嘴，老师不会问我的。说完便堂而皇之的从后门出了教室。向佩一副受到重创的表情，捂着胸口左看看右看看，却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才收起表演欲，低头看体育杂志。苏云到了初中部，果然看到我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靠墙站着，脑袋左点右点，一点都不老实。上课时间，走廊上静悄悄的。苏云走近，怎么站在这儿？我笑嘻嘻的道，罚站啊。他叹了口气，真的一个字都没写啊。我抿着唇冲他乖乖的点头，那乖巧的模样真的是别人他不知道，反正他是狠不下心来说什么。他随口岔开了话题，这周末有康万生老爷子的演出，你想不想去？想去的话我可以拿到票。我眼睛一亮，哇，康爷的演出嘛。苏云点头，要去吗？我转头看他，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是期许，和你一起吗？其实苏云对这位大师不太了解，可没办法，他知道我喜欢。他迟疑了下，还是点头。我立刻小声
欢呼雀跃起来。好呀好呀，前一秒还笑着，下一秒小脸就垮了下来，可怜兮兮地看着他。苏云哥哥，我累了。苏云无语，下次还敢不敢不写作业了？我大半个身子都靠在他身上偷懒。苏云哥哥，你们作业是不是更多？苏云微微调整了下姿势，让我靠得舒服些。对呀，我不解地问。那你是怎么写完的？苏云神色如常地回答。不写。我立刻站直，盯着他，脸上写满惊讶。你说什么？苏云轻咳一声。我的作业老师不会检查。我似乎找到了盟友，坚定了我不写作业的决心，笑得不怀好意。嘿嘿，那我也不写。苏云低头看我，还想罚站啊？我一脸苦大仇深，死撑着不肯松口，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我累了。话音刚落，下课铃就响了。我还靠在苏云身上耍赖撒娇加卖萌，陆续有老师和同学从教室里出来，于是整个走廊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并表示震惊。初中部的新晋小校花和高中部的学霸扛把子站在一起罚站，小校花正抱着扛把子的手臂不撒手，传说中清贵疏离的扛把子竟然没推开他，低着头不知道在跟他说什么，脸上丝毫不见冷漠嫌弃，似乎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传说中的宠溺。苏云这尊大神从来不去别班串门，他上次出现在初中部大概是他初中毕业的时候，现在这么堂而皇之的站在这里，不一会儿就引来众人围观。他没有让人围观的爱好，扶我站好，拍拍我的后背。好了，下课了，回座位上休息一会儿吧。我软着声音问，那下节课怎么办呢？苏云无语地看着我，半晌叹了口气，你跟我过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他来办了。苏云拉着我往教室办公室走，快到了才问，你们班主任在哪间办公室你知道吗？我指指前面的一间。你找他干嘛？苏云点头。到了门口又问我，哪个是你们班主任？我探着身子看了看，指指窗口，那个胖胖的。苏云敲敲门，拉着我进了办公室，直奔窗口那张桌子去了。老师你好。胖胖的杨泽言看着面前站着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他班上新来的转校生，另一个看着有点眼熟。他一愣，你好，什么事？旁边桌子的老师顿时笑了，提醒他，老杨，你不认识他啊？我们学校第一学霸苏云啊。杨泽言恍然大悟，你就是苏云啊？知道，听说过，你上初中那会儿我在教高中部，所以没见过，但是听过你的名字。找我有事儿吗？苏云微微颔首，然后看了我一眼。她是我妹妹，刚转来，可能对新的学习环境不太适应，如果她做错了什么，您别罚她，您来找我，我来教。我在高2、7班。杨泽言有些微胖，看上去很是和气的脸上本来还挂着笑，听到高2、7班几个字之后忽然顿住，半天没说话。苏云继续开口，他周末的作业没写，能麻烦您给其他任课老师说一声，先别让他罚站了吗？过了半天，杨泽言才如梦初醒，点头答应，行，没问题。说完又看向我，你被罚站了？我点点头。杨泽言听后去看桌上贴的课表，我看看啊，是赵老师罚的吧？赵老师这个人啊，人是好人，就是对学生严厉了点，罚站也影响听课啊。没事儿，一会儿我跟其他老师打声招呼，快回去上课吧。苏云准备道别，那谢谢您了，我们就先走了。杨泽言踌躇了下，叫住他，高2、7班是丁淑颖老师班上的对吧？苏云点头，对，丁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杨泽言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让我们走了。苏云把我送回教室，还不忘交代我好好听课，认真写作业。我乖乖的笑着点头，却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初中部的放学时间比高中部早半个小时，苏云推着自行车出校门的时候，就看到我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什么人。看到他之后，小跑着过去，苏云哥哥，怎么还没回家？司机有别的事情，不能来接我了，你把我送到地铁站吧。我好不容易打发了家里的司机，就是为了和他一起回家。苏云也没怀疑，接过我手里的书包挂在车把上，歪歪头，上来吧。学校门口最热闹的时间，不知道多少人听到了那声苏云哥哥，我手还亲密地放在了苏云的腰上。冷面大魔王苏云的后座上终于有人了，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男生纷纷安慰自己，输给苏云不丢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渐渐有人开始传，我之所以成为近几年来唯一一个转校生，是因为我爸爸给学校捐了一栋楼。说的人多了，信的人自然也多了，再加上我平时也不见多用心的学习，不学无术，富二代的形象越发深入人心。冉碧玲倒是不在意我这个同桌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她就觉得我这个人有意思，漂亮，不清高，大方，什么东西都会和她分享。课间休息，坐得近的同学凑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陈清欢，你爸真的给学校捐了一栋楼啊？我眨眨眼睛，脆生生的回答，我不知道呀，你爸是干什么的啊？冉碧玲看着几个不怀好意的女生，像赶苍蝇一样挥挥手，喂，没事打听人家家里的事儿干什么？你先说说你爸是干什么的，随便问问吗？又没问你。我揽住冉碧玲的手臂，我爸爸不太好说，他上班不太努力，有时候快中午了才去上班，所以工作做不完就要加班到深夜，而且收入不太稳定。众人听得半天无言，过了会儿才又问，那你妈妈呢？我妈妈的情况差不多，不过她赚的好像没有我爸爸多，因为平时零花钱都没我爸给的爽快。众人奇怪，这样的家庭怎么会给学校捐得起楼？那你是怎么转进来的？我看着面前的几张脸，眨眨眼睛，小扇子般的睫毛缓缓扇动，软软糯糯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呀。面对这样的我，他们不好意思再问下去。苏云站在窗外，听得只想笑，原来在这丫头心里，她父母是这样的啊，听上去
去真的是有点惨。当年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陈家掌舵人陈慕白和盛极一时的天才少女顾九思，如果知道有朝一日会被自己的女儿理解成这样，大概也没什么心情搞事业了。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能成为近几年来唯一一个转学生，其实靠的是我自己。父亲陈慕白本来是打算给京大附中捐栋楼来着，可校方看了我前几年参加的国外数学竞赛的成绩单后，就不提捐楼的事情了，让我直接办手续入学就行了。为此，陈慕白还到处炫耀他家女儿多了不起，替他省了一栋楼的钱。苏云抬手敲敲玻璃，坐在窗户旁的我一歪头看到来人，立刻笑起来，把窗户整个拉开，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苏云哥哥，你找我啊？苏云把一个保温盒塞进来，我妈给你的，中午去食堂用微波炉热一热再吃。昨天苏云送我去地铁站的时候，半路上我说饿了，想吃他妈妈做的饭，他只好带我回他家。当天晚上我嘴甜的开花，把苏云老妈随意哄得眉开眼笑，不止做了整整一桌子菜喂我，今天一早还让他把饭菜给我送来。看到原本在聊天打闹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们，苏云微微皱了皱眉，我先走了。我大半个身子都探在窗外，大声叫他，我们中午一起吃啊，我中午有事，你和同学吃吧。我老老实实的坐回位置，小声嘀咕，被拒绝了呢。苏云一出现，大家的话题就自动转移到他身上。苏云还没走远，就隐隐听到有人问我，陈清欢，苏云家里是做什么的？他渐渐走远，我的回答已经听不清楚，不过不用听大概也能猜到我的答案。苏伯伯啊，一到节假日就特别忙，可能是送快递的吧。苏伯母呢，经常说什么刀啊什么的，大概是杀猪的。隋医生如果知道了，会不会每次拿起手术刀的时候就会开始琢磨，一会儿是红烧呢还是爆炒？至于苏部长，送快递算是体验生活吧。苏云的唇角不自觉地勾起，好心情一直持续到回到班上。我好不容易打发了那群人，一转头就发现冉碧凌双眼冒绿光的盯着桌子上的饭盒，一脸膜拜，嘴里还叽里咕噜的念着什么。苏云妈妈做的啊，她就是吃这个长大的。说完一把握住我的手，中午能不能分我一点？我被他吓了一跳，试探着问，沾沾仙气下次考试排名好靠前些吗？冉碧凌呲着牙猛点头。我无奈，好吧。苏云从后门走进教室，还没坐下，文佳就冲他挤眉弄眼，云哥，外面有人找，等你半天了，没看见吗？苏云刚从我那里回来，所以来者不可能是我。他头也没抬，淡淡道，说我不在。得嘞。文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冲着门口喊。苏云说他不在，教室里立刻一阵大笑。他中午是真的有事，学校的数学竞赛组通知他中午开个短会，中心思想室有个组员因为要毕业了想退出，现在需要添加个新人进来，问问他们有没有好的候选人，推荐一下。下面一片沉默，苏云迟疑了下开口，我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在座的几个人竟然有幸听到一向沉默寡言的苏云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字。竞赛组的组长吴老师好奇，谁？苏云缓缓吐出一个名字，陈清欢。吴老师转头看看数学组的其他老师问，陈清欢是谁？下面有学生窃窃私语起来，好像是初中部新来的那个转校生，听说家里挺有钱的，给学校捐楼那个，不是吧？后来又听说就是一般家庭，不知道是谁，用不大不小的声音阴阳怪气的开口，苏云，别把私人感情掺和进来啊。苏云也不见恼，依旧平淡的开口，我只是提议，采不采纳看竞赛组的意见。吴组长转头跟副组长冯老师商量，初中部的啊，年纪是不是小了点？冯老师想了下，问苏云，数学水平怎么样？不在我之下。苏云的回答依旧简单明了，似乎还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吴组长点点头，那这样，徐老师你不是教初中部的吗？你下午去看看，叫他来试试。初中部的数学老师徐老师点点头。下午下了第一节课，徐老师来到班上找我，在门口等了会儿，就看到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子走了过来。她简单把情况说明了一下，我一脸茫然。什么？徐老师开门见山，你愿意加入竞赛组吗？我兴致缺缺的眨了眨眼睛。哦，不愿意。徐老师看着这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他以为数学竞赛组是随便进的吗？可是苏云推荐了你，我以为你也是有这个意愿的啊。这样啊，那我考虑下。我一听到苏云的名字，马上转变了态度。需要我做什么吗？徐老师看着这个小姑娘，仰着头，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她。正好我们下午有个模拟训练，你来参加下，看看结果再说。我会跟你们班主任说一声的。苏云也会去吗？徐老师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回答我，对，他也会参加。我抿着唇笑起来，笑眼盈的样子很可爱。那我去。下午下了第二节课，苏云去了竞赛组平时训练的教室，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我的身影从远处慢悠悠的晃过来，丝毫不见踩着点到的慌乱。我空着手就来了，大概刚睡醒，脸颊上还带着红色的压痕，显得格外娇憨可爱。进了教室就直奔苏云去了。苏云给我一支笔，顺便揉了揉我脸上的红痕，你认真点儿。我一看到苏云就精神了，笑嘻嘻的点头，好呀。苏云想了下，就是一些模拟题，中文的，和之前那些差不多，难不倒你。我笑眼盈盈，那我们提前交卷出去玩吧。我看苏云半天没说话，便点着脑袋念叨，好吗？我知道不可以提前交卷，那你可以坐我旁边吗？苏云指指我的位置，不可以。我张张嘴，发出个单音节，哦。我依依不舍地去了自己的座位，刚坐下就看到老师拿着试卷进来了。冯老师扫了一眼便看到了我，有新面孔啊，叫什么名字？我站起来规规矩矩地回答，陈清欢，名字不错。冯老师笑了笑，新同学有什么问题吗？我想了下，认真地抬头问，老师，请问做完了可以提前交卷吗？冯老师不开心了，你是在侮辱我出的题吗？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时间差不多了，我先发试卷。一时间教室里只剩下刷刷的书写声。苏云刚写完最后一笔，就听到有人啪一声扔了笔，紧接着就看到我举起手交卷。冯老师站起来走过来，是放弃了吗？我一脸莫名，放弃什么？冯老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低头去看我桌上的试卷，扫了几眼又拿
拿起来看了看，虽然都不是常规思路，但是都做出来了，还都是正确答案。他迟疑着问了句：“你都做出来了，没难度吗？”我兴致缺缺，这有什么好难的？就那样吧。冯老师备受打击，你出去吧。冯老师觉得诡异，特意转到苏云身边，这位看样子也早就做完了，大概是为了照顾同考场的同学，所以没有那么高调的要求交卷。他停住，头一次对自己出题的难度产生怀疑，低头小声问：“你也觉得这题没难度吗？”苏云看看他，没说话。冯老师受了打击，有气无力的感人。你也出去吧。教室外，我一脸神秘地拉着苏云走到学校的围墙底下，脸上是天真无邪的表情，嘴里却怂恿着他一起做坏事。苏云哥哥，我还没翻过围墙，正好现在人少，我们翻墙吧。苏云的脸上挂着纵容的笑。你想出去吗？我摇摇头，不想啊。苏云挑眉，那翻墙做什么？我眼底闪着兴奋的光芒，跃跃欲试地看着他。我从来没翻过，就想试试翻墙。我眨着眼睛卖萌，睫毛又密又翘。苏云哥哥，我们就翻一次吗？好不好？苏云垂眸看着面前眉眼弯弯的小姑娘，甜美的令人心神摇曳，磨起人来也让人咬牙切齿，无法拒绝。他还能说什么？除了答应还是答应。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古人的话诚然有道理。我们刚爬上墙头，就听到下面有人喊：“谁在翻墙？下来！”哪个班的？苏云叹口气，跳下去前小声交代我，一会儿你说你叫文佳。不得不说，苏大学神这招栽赃陷害时的真可谓是炉火纯青。说完利落的着地，转身朝我伸开手臂，跳下来吧。我丝毫没有被抓包的惊慌，眉眼飞扬的笑着跳进苏云的怀里。保安把我们带到保卫处，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才放我们走。我被苏云送回教室门口时，还在软软的抱怨，差一点就翻出去了呢。说完又长睫忽闪的着看他，我们下次再去吗？苏云失笑，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有些无奈。还去吗？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格外清亮，整个人都鲜活起来。下次你再给我换个名字，我也给你准备个名字。苏云的眉目间尽是打趣，这个小姑娘怎么傻乎乎的，淘气包。等她安抚好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已经下课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文家正和向佩聊得热火朝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苏云看他的眼神怪怪的。过了会儿，就听到苏云叫他，从钱包里掏出张卡递给他，我这里有张游泳卡，到今年年底到期，不限次数，给你了。文家受宠若惊，真的给我啊？云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游泳啊？不过为什么啊？向佩和姚思天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看到苏云竟然用称得上是温和的语气回答文家：“不为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向佩表达抗议：“云哥，为什么只给文家啊？我也要。”姚思天猛点头：“我也要，我也要。”苏云挑眉：“你们也想要是吧？”两人猛点头：“是啊。”苏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俩：“会有机会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快下课的时候，果不其然看到丁书莹进了教室，直接冲着文家走过去，敲敲他的桌子：“你跟我出来。”于是文家一脸迷茫地站起来，跟在丁书莹身后往外走。丁书莹走了2步又回头，苏云也出来。苏云面色如常地出了教室，两人并排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丁书莹瞪着文家：“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啊？去翻墙？”文家莫名其妙：“我没。”话还没说完，丁书莹火大，还敢顶嘴。文家越发觉得无辜：“我真没。”丁书莹没等他说完便念叨开来：“你们这帮叛逆期的学生真是不好教了，好的学不会，学坏怎么就那么容易呢？”文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挨了顿批呢？丁老师，我……丁书莹懒得听他解释，大手一挥：“先交一份检讨，800字以上，态度要端正，认识要深刻，明天一早给我。”文家看丁书莹终于平静下来了，打算解释一下，谁知刚张嘴就被苏云不动声色地按住了手腕。他挠挠脑袋，看着旁边异常沉默的苏云，想起那张游泳卡，傻子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这是间接自愿替人背锅了。文家歪歪脑袋：“那他呢？”丁书莹像是才想起苏云：“哦，苏云回去吧。对了，你先去趟数学组，吴老师找你。”文家对这种不公待遇奋力抵抗：“他为什么不用写？”丁书莹瞪他一眼：“他为什么要写？你以后给我注意点，别把苏云带坏了。”给宝宝们汇报一下当前的进度，目前进度是第15章，全文后续在七猫，名字青梅奶冻，不要输入错别字就可以搜到哦。好了，我们继续。文家欲哭无泪，到底是谁带坏谁啊？此时的数学组办公室内，冯老师，那个陈清欢怎么样？冯老师叹了口气，一言难尽，情况有点复杂。什么级别的？苏云那个级别的，这么厉害？何止是厉害，简直是个天才。只是这个天才天生反骨啊！当年苏云出现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满级大佬在屠杀新手村，现在这个小姑娘一来，给他的感觉是一个满级大佬又带了个满级大佬来屠杀新手村了。苏云从数学组回来就看到文家趴在座位上边哭边写着什么，看上去也不太像检讨。他于心不忍，问姚思天：“他怎么了？”姚思天笑得幸灾乐祸：“清君侧，说奸臣当道，是以死清君侧。”苏云想了一下，很认真地看向文家，历史上发动清君侧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向佩趴过来，坏笑着问：“云哥，你真和清欢小妹妹去翻墙了？够浪漫的啊！”苏云面容平和，抽出一本书低头看起来。向佩还在那里打趣他：“您老要好好锻炼锻炼身子骨啊！您家小朋友这么古灵精怪的能折腾，您别扛不住啊！”苏云难得勾了勾唇角。向佩本来是打算调侃苏云的，谁知他听了不见脑，竟然还笑了。学霸的心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周六晚上，苏云如约带我去看了康万生的演出。我在玄关换鞋子出门的时候，陈慕白面露不悦，眯着眸子问：“去哪儿啊？”我丝毫没觉察到父亲大人的不乐意。去看康爷的演出。和谁啊？苏云哥哥啊？什么时候回
回来。陈老师，你好烦呐，怎么跟个中年老男人一样？能不能有点腔调？陈慕白被老男人3个字噎住，恰好顾九思从阳台进来。怎么啦？我皱着小脸，我要和苏云哥哥出去玩。顾九思莫名，那就去吧。我告状，我爸不让。为什么不让？顾九思看向陈慕白，陈慕白冠冕堂皇，一个女孩子晚上还要出去玩，不安全。顾九思往窗外看了一眼，苏云已经在楼下等了，便催我出门，快去吧。一直在看电视的陈清玄真诚贴心地问：小公主姐姐，零花钱够吗？不够我有。我笑着摆手道别，够了够了。陈清玄跳下沙发，送到门口，路上小心哦。关上了门，陈清玄才回到沙发上教育陈慕白：爸爸，你这样是不行的，女孩子不能凶，得哄。陈慕白气得直灌水。顾九思也不明白，我跟苏云出去，他有什么不放心的？陈慕白叹气，就是因为是苏云那小子我才不放心。顾九思不遗余力地打击他，早些年不管，现在管也来不及了。早些年我怎么没管？我这不是……陈慕白顿了一顿，声线低了下去，颇为无奈。不是没管住吗？顾九思满脸嘲弄，你也知道管不住啊。陈慕白忽然正经起来，九思，我们以后不会真的要和苏子渊那家伙做亲家吧？顾九思不介意再刺激他一下，原来你不是这么想的吗？清欢从小到大吃了人家那么多口粮，我以为你早就默认把他抵给人家做儿媳妇了。陈慕白一愣，继而扶额长叹，我什么时候这么想过了？我和苏云很快就到了戏院，找到位置坐下后，我就开始又吃又喝的。演出开始没几分钟，我就皱着一张脸，隔着桌子凑到苏云耳边，小声开口：苏云哥哥，我想去洗手间。苏云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快去吧。不行，我要看完这段。我忽然坐回去，握紧小拳头，睁大眼睛看着台上，似乎正在努力地忍着。他忍不住笑起来，快去吧，回来接着看。我歪头想了想，好。说完弯腰小跑着出去了，在门口还差点撞上个人。我堪堪歪了歪身子，躲了过去。秦亮皱眉看了眼我冒冒失失跑远的背影，拉着同伴上了2楼。本来出门就晚了，路上又堵，心情再糟糕不过，又差点被我撞到，便把心里窝着的火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好心情被破坏，秦亮觉得今天就不该出门，什么都不顺。谁知刚坐下就被最前排的一道年轻的身影吸引了，占据着全场最好的位置，身姿笔挺地坐在一群中老年人中间，尤为显眼，只能看到他的侧脸，留影也压不住他的精致容颜，好像天生就是闪耀夺目的人。这个年纪的男生要么沉溺游戏不可自拔，要么热衷打架打球，一刻都坐不住。难得看到这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戏的，把少年的清冷干净诠释得淋漓尽致。穿着最常见的白 T 恤休闲裤，普普通通的基本款，穿在他身上却有种说不出的好看，气质清俊干净，端正地坐在那里。他学了那么多年京剧，身段身姿不知道强过别人多少，可这个男生身姿挺刮，举止文雅，随性中透着股从容洒脱，连正脸都没看到，竟然就让他心里一动。他没有了看戏的心思，一双眼睛粘在那个背影上无法自拔。没过一会儿，就看到刚才在门口差点撞到他的女孩子坐到了那个男生旁边，他微微歪头，两人说了2句话便看向舞台，他正看得出神，旁边的同伴忽然轻轻碰了碰他，你看那边。秦亮心虚的赶紧收回视线，转头看向同伴，什么？同伴竟然指向了那道身影，那个男生。秦亮心头一跳，你认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有次我去附中找同学玩，见过一次。对了，还有一次和咱们学校在市体育馆打校际联赛，他也上场了，喊你去你又不去，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不过很有名，名字也很特别，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有女朋友吗？没听说。或许是两人声音有些大，前面有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两人便不再说话，专心看戏。苏云还不知道，他为了哄我开心出来一趟，却被人盯上了。周一上午，竞赛组就通知我进组了，我自己倒是没觉得什么，本来以为参加这个数学竞赛组可以多见见苏云，谁知现实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每次去参加训练，我跟苏云连话也说不上2句。冉碧玲倒是一脸惊奇地看着我，陈清欢，你加入数学竞赛组了？我兴致缺缺道，是的吧？冉碧玲越发惊叹，那是疯人组，整个初中部只有学霸方怡在里面。我单手托腮，敷衍道，很厉害吗？当然。冉碧玲一脸敬仰，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早知道你是个学霸，我还沾什么苏云的仙气儿啊？我抱紧你的大腿就好了。我看着他兴奋的眼神，忽然有些心虚。下午数学课，数学老师一进门就扫了下全班，谁是陈清欢啊？我站起来，数学老师看着我笑，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坐下吧，期中考数学好好考啊。我一脸莫名的坐下，小声问冉碧玲，老师什么意思？冉碧玲看老师转身写板书，便凑过来和我说悄悄话，他啊，和方怡他班的数学老师徐老师是死敌，方怡数学那么强，徐老师一直压他一头，现在看到你，大概终于看到出头之日了，当然开心啦。我感叹老师的世界好复杂啊。当天下午，数学竞赛组做日常辅导加训练，我没出现，冯老师敲黑板，陈清欢怎么又没来？这都几次了？坐在下面的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一起看向苏云。苏云恍若未闻，不表明态度，行为却颇为嚣张。他人虽然坐在这里，手里却在做英语题。冯老师没得到回答，转头问方怡，陈清欢和你一个年级的，他怎么没来？我不知道。方怡有些不屑，冯老师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了？那以后我们也这样，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了啊。眼看冯老师又要发火，苏云眉眼微抬，他不需要训练，他做这些就像做小学数学题一样简单，来了会打击到一些人。冯老师的火势灭了，却开始吐血。苏云，你还是不要说话了，平时不爱说话，一开口那么毒。下了辅导课，苏云慢悠悠地收拾东西准备回自己班上，刚出教室门口就被方怡拦住，一开口便
语气不善。苏云，你刚才什么意思啊？苏云低头看了眼拦着他的女生，不认识，避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方怡被他的冷漠刺激，一把抓住他的衣袖，质问道：你刚才在课上那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苏云扯了扯衣袖，被死死攥住，没效果。他又不想去碰陌生人的手，不自觉地蹙眉，却也没说话。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只听到啪一声，方怡的手被人一把拍掉。我凶神恶煞地瞪着他，宣誓主权，他是我的。我把苏云的衣袖拽回来，还乖乖帮他理好，然后一脸求夸奖地冲着他笑。苏云牵过我的手，翻过来看了看，指腹那里果然有些红。我是陈慕白千娇万宠护在身边长大的公主，身上的皮肤白皙娇嫩，碰一下就要红半天，何况刚才使了那么大的劲，我真的用了最大的力气了，现在指尖还都是麻的。苏云轻轻碰了下，疼不疼？我眉眼弯弯，不疼。我们旁若无人，完全没把在一旁渲染欲气的方怡放在眼里。路人纷纷表示看不下去了。苏云，你也太区别对待了吧？是没看到人家方怡的手背都快肿了吗？可惜苏云已经带着我走远了，听不到了。我们似乎都没把这个插曲当回事儿，边走边聊着，怎么训练课又没来？冯老师太啰嗦了，我听了困，下次如果没什么事就过来听一听。好啊，听苏云哥哥的。人家同学的清君侧终究是没成功。渐渐的，三个人发现苏云为了我这个混世小魔女，不止坑自己，连他们都轮流坑。我每天都能找出100个理由来找苏云，不是缺这就是少嘛，都是来找苏云姐。那天更过分，拖着个水壶就来了，问苏云，我们班饮水机没水了，能不能来你们班接点水喝？隔着窗户，向佩坐在座位上，听得想笑。你从东土大唐千里迢迢到西天来，就是为了一壶水，沿路就不能画点圆吗？我言辞恳切，声音又软又糯。苏云能说什么？转身去教室后面给我接水，接了水还不走，手插进他校服外套的兜里，左摇右摆的撒娇。苏云哥哥，地球日的作文我没写，我们语文老师超凶的，怎么办？地球日的作文全校都要写。苏云第一反应是拿自己的给我，又忽然想起来，他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语文组的老师肯定能看出来，于是转头看坐在窗边看热闹的向佩。向佩一脸惊恐地捂住桌子，不是吧？苏云赏脸给了他2个字，拿来。向佩颤颤巍巍地翻出自己的作文纸递给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拿在手里，高高兴兴地跑走了。向佩看了下时间，距离下节课上课还有3分钟，他现在重新写怕是来不及了。就在这时，丁淑莹带着教材进来，小组长先把上次布置的地球日作文收上来，没交的把名字记下来。他们这组的小组长是个瘦瘦小小的男生，戴着眼镜，看上去很好说话。收到向佩这里，问向佩，你没写啊？向佩恶狠狠地回答，写了。小组长吓了一跳，弱弱地开口，写了，那你给我啊？向佩气冲冲地吼道，不给，你是不是没写啊？写了。两人的对话进入死循环，最后丁淑莹催了，小组长才把收到的交上去。文佳趁机悄悄转头，一手拿着张纸，一手握着支笔，小声问，你真的不在我的清君册上签名吗？文佳白他一眼，你把你的作文给我，我就签。文佳立刻转了回去，那还是算了。丁淑莹看着手里没交作业的名单，向佩，你的呢？向佩站起来，咬牙切齿，意有所指的回答，被狗啃了。丁淑莹拍桌子，你就是那个狗吧？向佩欲哭无泪，委屈的像个孩子，苦着一张脸默默挨批。好在这节课内容多，丁淑莹没训多久就让他坐下了，让他抓紧补一份交给他。下了课，这次就变成向佩趴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回忆作文内容，一边往作文纸上写。下课前，丁淑莹皱眉嘱咐了向佩一句，下午放学前交到我的办公桌上。说完又和颜悦色地看向苏云，大概是觉得这个学生话实在是太少了，没话找话说，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晚上别学太晚，早点休息。向佩一直埋着头，直到丁淑莹走远了才甩笔咆哮，他哪里累了？睡得比谁都早，起得比谁都晚，睡得比谁都多。姚思天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你还少说了一句。向佩疑惑，哪句？还考得比谁都好。戏精向佩彻底崩溃，苍天啊，我为什么会和这种人做同桌啊？天要亡我啊！苏云默默推了张游泳卡到他面前，他瞬间安静了下来。姚思天的幸灾乐祸貌似早了一点，没想到没过几天就轮到他了。周一早上我起来就不高兴，吓得陈慕白生生把自己的起床气憋了回去。餐桌上逗了宝贝女儿半天，才终于看到一抹勉强的笑，又亲自送到学校门口。迟到是必然的了，我被门卫拦在门口。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知是不是从上次的翻墙事件里受到了启发，抿着唇想了会儿，小声回答姚思天。门卫看看我，也没怀疑，递给我一个记录本，把姓名班级写下来。下了晨读课，我悄悄摸过来找苏云，小声跟他说了这事儿。苏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没说什么，只是让我回去好好上课。向佩和文佳都被坑过了，这几天姚思天一直战战兢兢，现在看着老班对他怒目，一颗心终于落了地。他扭头看向苏云，看到他一脸助纣为虐的微笑，便明白了，安心等挨骂。他在心里安慰自己，还好，只是迟到。丁淑莹觉得自己在做这帮熊孩子的班主任，肺都要被气炸了。我就一个早上没来，你就敢迟到？我要是1周不来，你是不是要上房揭瓦啊？我说你们3个怎么回事啊？接连不断的出状况，别耽误人家苏云学习。战火开始蔓延，向佩、文佳和姚思天瑟瑟发抖，心里有苦说不出。陈清欢真的是个祸害啊！苏云还昏庸无道，竟然助纣为虐，求求你让那个昏君放过我们吧，我们要好好学习。当天下午，丁淑莹去开班主任会议，会上被点名批评，因为他们班最近频繁出问题。杨泽言坐在他旁边幸灾乐祸的哼笑，丝毫不知道自己班上有个不定时炸弹，只不过这个定时炸弹被灭火队员苏云用3张游泳卡暂时压了下去。丁淑莹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他背锅，转头瞪了他一眼，暗暗想着回去要骂人。坑完4人组之后，我终于适应了新的校园生活，学会
乖乖穿校服，带校徽，写作业，状况少之又少了，只不过多了个外号“混世小魔女”。向佩、文佳和姚思天对我是又恨又怕。天气渐渐热起来，少男少女们躁动的心渐渐复苏，蠢蠢欲动。自从上次我拍了方怡一巴掌之后，方怡很久都没出现。对于这个情敌，我压根儿没放在眼里。我看上去笑眯眯的，好像很好相处，其实什么都入不了我的眼，我谁都不看在眼里。我从小被陈慕白带在身边，什么美人什么美色没见过。虽然方怡颇有几分姿色，不过在我眼里根本不够看的，充其量也就是个气质凑合、五官寡淡的人。配苏云吗？没别的，就3个字儿，配不上。我本以为方怡这样的才女还是有几分傲气的，上次苏云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她也应该偃旗息鼓了吧？谁知我低估了才女的执着。课间我和冉碧玲从卫生间出来，就被方怡拦住。我眨眨眼睛，一脸莫名的看着她。课间休息时间，向佩从外面跑进来，一脸兴奋，大八卦哎，有没有人想听？苏云一向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对八卦丝毫不感兴趣。文佳正忙着补作业，没空理他，头都没抬。姚思天最善良，前后看看，怕向佩冷场尴尬，立刻挤出一抹浮夸的笑来。有，我想听，快说快说。向佩白了他一眼，受了打击，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声音里透着满满的低落。我不想说了，边说还边娇情的拿眼神瞟苏云。苏云瞥他一眼，看他憋得实在是难受，说话音还没落，向佩立刻恢复了进门时的兴奋。初中部女学霸方怡跟陈清欢宣战了，就赌期中考试谁的分数高。文佳百忙之中抬头插了句话，分数高者得云歌吗？向佩摇头，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小女生不是最在乎这个了吗？输了总不好看吧？苏云倒是一直没表态。姚思天主动问云哥，你不担心你家小朋友啊？苏云笔尖一顿，不担心。向佩很不赞同，我可听说方怡从小到大就没考过第2名啊。苏云慢悠悠地吐出一句，那是因为没有遇到陈清欢。向佩撇嘴，也太护短了吧。向佩还真是冤枉苏云了，他没有一点点刻意或者针对谁，就是单纯的偏袒陈清欢，坦荡的不能再坦荡了。他就是觉得陈清欢好，他的想法很简单，陈清欢是他的心头好，他的眼里就只有陈清欢，心思坦荡，干脆利落，别人好不好和他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是陈清欢，所以就应该那么说那么做，不会去考虑别人怎么想，只关心陈清欢怎么想，会不会高兴或者不高兴，不是不尊重别人或者看清别人的心意，只是本能使然。我倒是没在苏云面前提起这件事，苏云也假装不知道。方怡被数学竞赛刺激到了，更加努力的复习，可我却依旧懒散度日，该吃吃该玩玩，对着苏云撒娇卖萌，除了上课时间稍微认真点儿，放学了连课本都不带回家，期中考还没开始就抓着冉碧玲问学校惯例是考完试放几天假，会不会布置作业之类的，暗暗想着放假和苏云去哪里玩。苏云则在心里盘算着，数学他没问题，跟数学相关的物理化学问题也不大，生物嘛就看他兴趣了，语文他不喜欢抄抄背背的，作文也不按套路来，好不到哪里去。英语他从小上的是国际学校，也是没问题。地理他是个路痴，方向感极差，就看他造化了。历史去年暑假去欧洲玩的时候还帮他梳理过中外史，多少有点用吧，希望他还记得。政治完全不指望了，综合算下来顶多就是个中等偏上。周二下午照例是全校大扫除，苏云拿着抹布在擦玻璃，向佩穿着球衣直接从另一边窗台上跳进来，跑得气喘吁吁。云哥，你快去体育场看看，你家小朋友被足球踢到了。苏云一听，扔了抹布，穿过大扫除的人群跑向足球场。文佳在旁边鼓掌，云哥的心如止水技能被封印，可喜可贺啊。姚思天点头补充，封印者陈清欢。足球场在体育场中央，两边都是塑胶跑道。苏云一进来就看到跑道上围着一群人，他很快跑过去拨开人群，然后就看到了低着头坐在地上的小姑娘，旁边她的同桌还在对着一个抱着足球的男人横眉冷对，是踢球还是踢人啊？那个男生一脸歉疚，不知道是第几次道歉，对不起。苏云蹲下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抬头，果然泪眼朦胧的看到他的眼里一直含着的热泪终于滚了下来，可怜兮兮的叫了声苏云哥哥。苏云抬手替我擦掉眼泪，低声问砸哪儿了？我抬起手，小心翼翼地摸着脑袋的右半边，轻声啜泣，这里。苏云拉下我的手，轻轻附在伤口上，果然起了一个大包。他很快弯腰横抱起我，我先带你去医务室看看。那个抱着球的男生挠着脑袋，实在是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苏云看了他一眼，恶狠狠道，下次小心点。说完又对冉碧玲交代，麻烦你帮他请个假。冉碧玲被苏云的公主抱震惊到，目瞪口呆地看着，听到他对她说话才回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好的，然后转头看了看周围人的脸，果然被震惊到的不止他一个。我缩在苏云怀里一直不停地哭，鼻涕眼泪蹭了他一身，他尽量走得平稳，低头小声安抚我，吓到了是不是？我睁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点点头，一动豆大的泪珠便掉了下来，越发招人疼。他低头用脸颊蹭了蹭我的额头，声线温柔下来，没事儿了，别哭了，清欢乖啊，清欢乖啊，这4个字贯穿了我和苏云相识的岁月，那是我独有的，在这个世界上我独占着苏云的温柔。我果然不再哭，又往他身上蹭了蹭。学校医务室的水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苏云不放心，打算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在他怀里挣扎了下，苏云哥哥，你累了吗？我可以下来自己走。苏云拖着我小小软软的身体，笑了下，
不累，那么轻，怎么会累？我又挣扎了下，硬生生从他怀里跳下来，把手塞进他的手心里。我真的可以自己走，你牵着我。苏云牵着我去了医院，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晕不晕、累不累，我大概也缓了过来，脸上很快又有了笑容。在医院做完检查，苏云再三确认我没事了，才送我回家。我仰着头问他，可是我的书包还在学校，我们不回去拿了吗？苏云伸出食指勾了下我的下巴，拿回去了你也不会学习。我歪歪头，可是有人跟我宣战了啊，据说是个超级厉害的女学霸。我一口气说了很多，又恢复成了那个在苏云面前叽叽喳喳的陈清欢。苏云牵着我从医院走出来，夕阳已经出现在天边，把两个靠在一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远。苏云把我送回家之后才回自己家，进门的时候饭菜已经上桌，他洗了手就去帮忙摆碗筷，随意忽然叫他苏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杀气，就是当你妈叫你全名的时候。他抬头，目光坦荡地和随意对视许久，然后蓦然开口，妈，汤糊了。随意恍然，转身进了厨房，再出来的时候，一家4口都上了桌。他边吃边不经意地问，听说你今天带女孩子到医院做检查？苏云的回答一贯的简洁，随意放下筷子，搞出人命了吗？苏云听了这话连眉毛都没动一下，没关系，你告诉妈妈，血气方刚的年纪嘛。随意边说边和苏子渊对视了一眼，爸爸妈妈都是可以理解的。苏云决定反击，你们当年搞出来过吗？随意一脸挫败，冲苏子渊吐槽，你儿子啊，就是话太少，太冷漠了，逼急了还咬人，一点都不好玩。苏子渊安抚地笑了笑，然后冲小儿子开口，你起个话题，每个人都要参与。苏云婷的性情比那一副义兄要直爽活泼许多，整天活蹦乱跳，爱八卦，皱着眉苦思冥想了半天，才起了个话题，哥，听说陈清欢转到咱们学校啦？苏云还没说话，随意就问，真的啊？上次他来家里吃饭你怎么没说？苏云继续低头吃饭，没什么好说的。随意彻底无语了，天都聊死了。其余3人决定还是专心吃饭吧。第2天，我被一个男生拦在了去食堂的路上，那个男生腼腆地看着我，同学，你的头没事了吧？我皱眉瞪他，你谁啊？男生挠挠头，耳朵尖都红了，吞吞吐吐的开口，你不记得了？昨天是我不小心。冉碧玲看他那么费劲，一句话说的不像个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踢球砸到你的那个，我没精打采的瞄他一眼，没再说话。男生看看冉碧玲，又看看我，开始做自我介绍，我叫楚佳许，是初22班的。冉碧玲白他一眼，你什么啊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有话快说。楚佳许这次开口就顺畅了很多，我想请你吃饭，给你道歉。我看他态度还挺诚恳的，摆摆手，道歉我收了，吃饭就算了。说完转了个方向准备绕开他，却又被拦住。陈清欢，我不耐烦地看向旁边，忽然在人群里看到了一道身影，我很快把头转回来，一改刚才的冷淡，笑眯眯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一笑，楚佳许本来已经恢复正常的脸又红了，我们班有好多男生喜欢你，我听他们说起过你，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你吃个饭道个歉，我觉得差不多了。又笑了笑，哦，我知道了，那我先去吃饭了，回头见。说完拉着冉碧玲走了，冉碧玲还一脸奇怪，盯着我脸上狡黠的笑，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收起笑容，一脸纯洁无辜，什么也没有呀。不远处的向佩啧啧了2声，一脸揶揄地看向苏云，哟，清欢小妹妹劈腿了。苏云面上看上去无动于衷，他从刚才看到现在，那个男生不知道说了什么，我忽然对他笑了一下，那个男生好像被我的笑容晃了神，木讷的摆手和我道别，半天没动，那一脸痴迷的样子终是让苏云的脸色沉了沉。向佩幸灾乐祸地看着，你这个小白兔妹妹要被大灰狼叼走了。不知道苏云在想什么，沉默了半晌才眯着眼睛低哼一声，他才不是小白兔，他就是一大尾巴狼。向佩忽然正经起来，说真的，学校里追清欢小妹妹的还真的挺多。苏云依旧一言不发，向佩决定一鼓作气再捅上一刀，可还没张口就被苏云一个轻飘飘的眼神压了回去。下午放了学，我又在学校门口等苏云，苏云今天没骑车，我们便一起走了走。他像是无意般问起，今天认识新朋友了吗？我想了一下，哦，你说楚佳许啊？楚佳许是谁？就是昨天踢球伤到我的那男生啊。苏云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凑到他面前，眼睛睁得大大的，越发显得清灵娇憨。怎么了？苏云笑了笑，没怎么。走了一会儿，我又歪头看他，苏云颇为沉得住气，又对我笑了一下，似乎没什么异常。又走了几步，我忽然停下来，环住他的腰，垮着一张小脸，撅着嘴撒娇，苏云哥哥，我累了。苏云上前半步，微微俯身，上来，我背你。我瞬间笑起来，一双眸子灿若星辰，笑嘻嘻地跳到他身上，拿脸紧紧贴着他的侧脸。小姑娘的肌肤细嫩滑腻，带着微微的凉意，贴上他的一瞬，便让他忍不住勾起了唇角，掂一掂，我便咯咯咯地笑起来，就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我趴在他背上，走了一段才凑到他耳边小声说，苏云哥哥，我不喜欢和楚佳许玩。苏云一顿，没说话，继续往前走。我声音更小了，香香暖暖的气息喷在他耳边，我喜欢你。也不管他有没有听到，楚佳许后来又来找过几次我，可他也不敢直接找，每次都打着来找冉碧玲的名义。几次之后，我似乎看出了什么，每次远远看到他过来，就推冉碧玲出去。冉碧玲也烦烦的看着这个腼腆爱脸红的男生，实在是头疼。来过好几次了，重点一句没有，就知道和他东拉西扯，没见过这么费劲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伸手过去，喜欢陈清欢是不是？情书还是礼物？给我，我帮你给他。
楚嘉许一脸紧张，不是，我不喜欢他。冉碧玲顺口回，你一遍遍的来，不喜欢他，难道喜欢我啊？谁知楚嘉许忽然涨红了脸，偷偷看了他一眼，又很快低下头去，然后重重的点了下头。冉碧玲一副吞了苍蝇的表情，转头去看窗户内侧的我捂着嘴直乐，眼睛里的狡黠暴露了我早就知晓，竟然一个字都没透露过。冉碧玲咽了下口水，僵硬的扫了他一眼，这位少年，容我缓缓，我无暇去管冉碧玲和楚嘉许这一对欢喜冤家，因为期中考很快开始了，连考3天之后，我体力透支严重，在家睡了2天才缓过劲儿来，放了假回来，成绩就出来了，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数学试卷最先发下来，我满分，年级第1，据说比第2名方怡只高出1分，我对此很是满意，就这不多不少的1分足以气死他。数学老师高兴的跟个孩子似的，一节课下来不知道夸了我多少次。冉碧玲就差把我供起来了，捧着我的试卷满眼星星，你数学成绩比女学霸还高啊，满分啊！我正在研究中午是吃香草味的冰激凌还是芒果味的冰激凌，明显心不在焉，那么简单。冉碧玲差点翻脸，看着自己试卷得分栏的2位数谴责我，哪里简单了？我随口回答，哪里都简单啊，你数学到底是怎么学的？就那样学的呗。信手拈来，冉碧玲决定午饭前都不要和我说话了。在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终于做出决定，一样买一个，吃不完就丢给苏云哥哥。随着各科试卷一张张发下来，冉碧玲在看我的眼神就变了，趁着课间休息全力吐槽我，大小姐，你这成绩也太有欺骗性了吧，学霸学渣自由切换啊，就你这过山车一样的成绩，哪里来的自信应战？我揉揉眼睛，抬起手，眼唇秀气的打了个哈欠，模糊不清的念叨，你没听过吗？渣之将挂，其言也罢；霸之将考，其言也表。霸西表西，有可说也；渣西挂西，不可说也。冉碧玲忽然指指窗外，有可说来了。我趴在课桌上，懒洋洋的看着方怡走近。方怡真的是来找我的，走到窗前直奔主题，拿着成绩单满脸炫耀。看到了吗？我一脸无所谓，张了张嘴，没看到。方怡也不在乎我的回答，当初迎战那么痛快，还以为多厉害。我看看你考了多少名啊？哟，差一点出了300。我依旧懒懒的抬眼看他，那又怎么样？你考了第1，快去找苏云吧，他要跟你表白了。方怡忽然反应过来，你耍我？你从一开始就在耍我。我嗤笑一声，耍你又怎么样？谁让你傻？大概是没见识过我这种路数。方怡被气得脸都白了。我挥手赶人，还不忘嘲讽他，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快去找苏云吧，看他理不理你。方怡自然不敢去找苏云，可向佩这个八卦天王还是很快把消息传递给了他。苏云笑了笑，果然陈清欢也起来，神都挡不住，别人不了解陈清欢，他还能不了解吗？这个小丫头什么时候走过寻常路？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跟她父亲如出一辙，她才不会为了什么挑战苦了自己呢。向佩一脸疑惑，你还笑？苏云抬眸看他一眼，不然呢？向佩一脸孺子不可教的表情，哎，云哥，你一点都不了解女人。苏云哼笑了一声，难得回应他，你一点都不了解陈清欢。向佩眼底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继而又是一声怜香惜玉的叹息，不知是探方大学霸还是陈小魔女，你还不去看看？方怡这次又考了第1，还指不定怎么嘲笑你家小魔女呢，说不定她正趴着哭呢。苏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她知道就算我考了倒数第1，别人都没办法在我面前嘚瑟，哭的大概会是那个什么方怡。放学的时候，下课铃还没响，苏云就看到我在她教室门外来回溜达，一下课她就拎着书包出来了，手一伸，看着我，成绩单拿来我看看。我撇撇嘴，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她。苏云快速找到我的名字，细细扫过各科成绩，还可以，数学满分，物理化学也就扣了几分，英语比我想的要差些，不过语文比我想的要好。我在一旁解释，眼睛里还藏着小小的窃喜。我的英文作文扣了好多分，老师说口语化太严重了，语文老师说我的字好看，加了分。还好小时候你逼我好好练了字。苏云捏了捏我的脸，把成绩单还给我，生物一般，政史地惨不忍睹，以后学理吧。我有些没反应过来，小心翼翼地看着苏云的脸色，我是不是很丢你的人？怎么会？苏云有些莫名地看着我，顿了下才重新开口，其实排名并没什么用，我还是不高兴，可是你每次都考第1名啊。苏云沉吟片刻，我试着这样解释，你看看能不能理解？每次考试我就是想看看我押的题能中多少，顺便看看我的极限在哪里。我停下脚步，神色微妙，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半天才吐出2个字，变态。期中考很快过去，我和方怡的期中考之战渐渐被人遗忘，方怡初中部学霸的地位无人可撼，我依旧是那个长得很漂亮没心没肺的小姑娘，而变态的苏云并没有成为谁的战利品。我渐渐适应了附中的生活，苏云也渐渐从很多人口中听到我的名字。有天中午他打完篮球，从篮球场出来的时候，迎面碰上说说笑笑的一群人，擦肩而过时忽然听到我的名字，追到那个小校花没啊？没有。陈清欢那丫头一点面子都不给。苏云抱着篮球忽然停了下来，转头看过去，那群人也没注意，边走边说，要不要帮帮你啊？怎么帮？吓吓他呗。怎么吓？这还不好办。就这样，几个人边说边走远了，苏云却皱起了眉头，他没有直接回教室，而是绕去了我班上，离得很远就看到我趴在窗台上弯着眉眼叫他，苏云哥哥。他走近了摸摸我的头，放学等我一起走，我送你回家。我顺势往他手心里蹭了蹭，为什么呀？苏云也没多说，没有为什么。我眨巴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颇有得寸进尺的调皮。那你也接我上学吗？苏云轻快地回答，就这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有些懵，是以后都这样吗？苏云依旧轻快地回答，对。我欢呼一声，我最喜欢上学了。冉碧玲在
在旁边看着这个伪学霸真学渣上课，平均在线时间只有10几分钟的人说喜欢上学，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苏云一连几天回家的时间都比平时晚，晚归似乎已经成为常态。这天他刚进门就听到坐在沙发上的父亲问：“最近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他弯腰从鞋柜拿出拖鞋换上。有事？苏子渊似乎颇有兴趣。什么事？苏云面无表情的回答。送小朋友回家。苏子渊竟然还开起了玩笑。副业吗？福利待遇怎么样？苏云看着苏子渊，忽然扬着声音冲书房喊：“妈，我昨天看到爸爸在小区花园里抽烟，随意很快出来，看看父子俩，问苏子渊：你又抽烟了？胃好了吗？”苏子渊也是镇定，努力转移火力。这个一会儿再说。你儿子早恋？随意睨他一眼。我儿子早恋关你什么事？在日常的无理取闹中，苏云成功避开火力，默默进了自己房间。当天晚上临睡前，他想去客厅接杯水，手刚搭上门把手打开一条缝，就听到随意温柔的声音：“最近工作上有棘手的事情吗？”客厅只开了壁灯，苏子渊一手搂着随意，一手握着电视遥控器，有一搭没一搭的换着频道，一闪一闪的光跳跃着笼罩着两人的身影。随意整个身体都偎依在他怀里，双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仰头看着他。苏子渊闻言便扔了遥控器，把他搂紧了些，低头亲了一口，笑着问：“怎么这么问？你偷偷抽烟呢？”苏云微微一笑，和刚才凶悍质问的模样大相径庭。他这个母亲啊，向来深谙夫妻相处的艺术。他心里还没夸完，就听到不大正常的动静，两人说话的声音也低了下去。别呀，你不是说很累吗？所以才要做点刺激的事情放松一下。你孩子们还在家呢，他们早睡了。说话的声音渐渐消失，被别的声音取代，两人的身影也陷入了沙发里。苏云的手依旧搭在门把手上，面无表情地低头看了眼手里的杯子。算了，还是别喝了。无声关上那道门缝，苏云退了回去。他躺到床上，刚闭上眼睛，手机就响了，一接起来，耳边便是我清脆欢快的声音：“苏云哥哥，你睡了没有啊？准备睡了，你怎么还不睡？”我怎么了？我刚才不小心撞见，不知道为什么。苏云忽然明白了，我应该是和他一样的遭遇，不知怎么了，就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在哪儿？”下一秒，他便抬手遮脸。他问这个干嘛？轻咳一声：“那个。”可我似乎丝毫没听出他的尴尬，很快回答：“在阳台。”其实我也没看见什么，觉得不对劲就退回来了。一个阳台，一个客厅，现在的父母们啊，气氛忽然尴尬起来。我们沉默了半天，苏云终于憋出一句打破沉寂：“那说明他们还年轻，是好事。”我求知欲颇为强烈，老了就不能那个了吗？那我们……苏云忽然嗓子发干，抬手揉了揉眉心，喉结艰难地上下动了动，很快打断我：“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课。”哦。我大概是翻了个身，脑袋埋进了枕头里，声音有些模糊。可是我睡不着啊，那怎么办？苏云哥哥，你给我念物理公式吧，或者化学方程式也行。过了没多久，我便沉沉睡去。苏云临睡前还在忧虑，现在的父母们真是让人操碎了心。第二天苏云去上学前，苏子渊还在吃早饭，状似不经意地叫住他，想好了再动，不要随便伤害别人家的女儿。苏云嗯了一声便出门了。好在两家距离也不远，我享受着意外得来的福利，每天便是盼着上学放学。直到几天之后，我们在放学路上被几个痞里痞气的学生堵住了去路。